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公交车了，可不要第一天上班就打车呀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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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一醒啊！不要啊！小心！是他。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哎，你醒一醒啊！你，哎，先生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哎，有没有人呢？帮个忙！喂，你醒一醒啊！小姐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张，叫张映雪。里边那位呢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不认识他吗？你这又点头又摇头的，到底认不认识他？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见过他，但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啊，原来这样。我们呢，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任何证件，所以他的身份就没有找到证件呀。那张玉姐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留一份你的详细资料。哦，那没有问题，我愿意配合。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答应。您说。因为里边伤者的身份暂时无法确定，而你刚见过他，也算是认识吧，所以希望在他醒来之前，你一直陪着他。啊？他到底是谁呀？为什么会被打伤呢？看起来打他的人下手很重，幸好我先帮他止血，要不然……喂，爸。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等病人醒了之后就回家。没事的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不用不用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。哎，拜拜。哎，你醒了。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在医院。医院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你不能动。你伤得挺重的，你一动就又流血了。我为什么会受伤？我怎么来这儿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受伤了，我打的120把你送到医院，哦，我也报了警了。可是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的头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别想了别想了，哎，稳定一下情绪，哎，稳定一下情绪，我稳定一下情绪，哎，别想了。医生说你有脑震荡的倾向，先别想了，稳定一下，稳定一下。不要啊！小心！你干什么？是你，我记得你。
是啊，咱们之前在那个小桥上见过，你想起来了？小桥上，小桥上，我好像记不清了。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我只记得你的样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想不起来？医生，他醒了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记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，我只记得他。那你记得不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？是被谁打的？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就是觉得我的头疼得像裂开一样。当然，你被棍子击中头部。照这个伤的情形来看，应该是棍棒所致。然后你的头我已经帮你缝了几针。好了，先生，那您先休息，我叫护士过来陪你。如果24小时过后没有脑震荡的话，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医生，那他如果一直都想不起来，那是不是？哦，没事，患者因为头部受了伤，所以会造成短暂的失忆。短暂失忆？是的。那怎么办呀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留院观察一段时间，然后等过24小时过后，如果他没有脑震荡，我们再进行对他会诊。哦，医生，你看，现在也挺晚的了，我一直都没回家，我们家里人还挺担心我的呢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边的护士每个半小时会来查房一次。对，放心吧，还有我们在呢。所以你如果有事可以先回去了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们照顾一下这位先生。不，啊，别走。我不是走，我只是现在太晚了，我必须得回家一趟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。你要上班？是啊，我明天要上早班，等我下了班再过来看你好吗？真的？真的，放心吧，我会再来的。谢谢。别客气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刘嘉诚，你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你就走好了。一吵架就不回来，你把我当什么啊？听我一进门，你好像就不高兴了。你前几天才出国回来，一回来行李一丢，人就到医院去了。现在才回来，我怎么可能会高兴呢？我问你，你这次出国到底是去干什么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去开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。我知道啊，你去开会为什么不带我去呢？你去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开会，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，你不无聊吗？我怎么会无聊呢？纽约那么大又那么漂亮，所有时尚品牌通通在那里展示，我可以去买东西，我可以去逛街呀。你知不知道，等那些东西传到我们国内的时候，都已经过时了。你除了吃东西、买东西，
你还为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只有你们刘家有钱，我娘家也很有钱的。我知道你娘家有钱，你也不用重复的告诉我。再说了，有钱你可以随意糟蹋嘛。买件衣服的钱，你知不知道，够一些贫困小孩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呢？他们关我什么事啊？反正你去美国开会不带我去，就是心里有鬼。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。我不跟你啰嗦了。哎，你还嫌我啰嗦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就把账给算一算。你什么时候买过礼物给我？结婚这么久以来，你每次出国都是空手回来的。什么我的生日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哪一次记得呀？不是看病就是看书，下班回来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。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娶回家当摆设用的吗？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我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，我现在很累很疲惫。我一进门就看你的脸色啊，替你唠叨，你不高兴是吧？好，我走，行了吧？刘嘉诚，你给我回来！刘嘉诚，你回来！刘嘉诚！嘉诚，难道你就这么木讷，这么无趣吗？我是在跟你撒娇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了解？你就不能对我这个老婆好一点吗？体贴一点吗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嫁给你这个木头疙瘩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怎么回事？我到底是谁呢？哎，我想躺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是刚刚想起来，哎，碰到伤口了。你这手上还扎着吊瓶呢，不能乱动。来，躺下，慢点啊。哎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起你的任何事？真的什么都没想起来吗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可是我却记得你。你就记得我？很奇怪的是，我只记得你的脸，我却想不起你的名字。啊，那次我们见面，根本也没有相互介绍，所以你压根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我们为什么没有互相介绍？因为，不说上次的事儿了。我姓张，我叫张映雪。张映雪。怎么，他还没想起来吗？没事，慢慢来。啊，我还有点事，能不能麻烦你帮他擦擦身体？啊？哦，好，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不合适吧？没关系的。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护士，我很会照顾病人的，不用不好意思。护士，很奇怪，我对护士和医生感觉很熟悉，很亲切。真的啊？那也许你的工作跟医院有关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慢慢想吧，总有一天你会理出头绪的。来，我先帮你擦一擦。
谢谢。别客气。不凉吧？不凉。好了。对了，我明天可能得晚一点再过来。不，你明天不会不来吧？啊，那不会的。明天我妹妹结婚，所以我会晚一点过来。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对了，你结婚了吗？哦，我结了婚，如今我又离婚了，哎，我该怎么说呢？你没有结婚，对不对？你要干嘛？我觉得，我受伤的脑海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可唯独有你的印象，可见应该是你以前给我留下过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把身体养好最重要了。先躺下吧。我会好好养身体的。你先坐吧。我也想赶紧把身体养好。如果我一直恢复不了记忆，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话，我会非常痛苦的。是啊。我一会儿陪你吃完晚饭再回家吧。进来。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妈，是您啊？要不你以为是谁啊？我以为是嘉诚回来了。嘉诚可能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他什么事情可以耽误这么久？他已经2天没回来，也没去医院。我想，他是在外面有情妇了。杨澜，嘉诚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不会那么做的。那他会怎么做？我真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能不能不要大吼大叫的？虽然我们家住的是别墅，可是再远的邻居，你这么大喊也能听得见的。你让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妈，您丢不起这个脸，我更丢不起这个脸。明天嘉佑就要结婚了，到时我妈一定会回来观礼。她要是看不到嘉诚，我怎么跟我妈交代？你们要怎么跟我妈交代？元兰，你别着急，我相信嘉诚明天一定会准时参加的。是啊，大嫂，我哥跟我感情那么好，我结婚他不可能不参加。是，你哥跟你感情好，他跟你们全家感情都好，就唯独跟我感情不好。如果他不想要我这个老婆，他大可以说一声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真是受够了，我受够了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你再这样大吼大叫，你当心我打你！妈，哎妈，算了。是啊，老婆，明明是你儿子不对，干嘛要怪人杨澜呢？儿子有错我不能怪，这儿媳妇在这大吼大叫的我不能怪。那你说我怪谁？怪你是不是？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呢？啊，好，从现在起我什么话都不说，行了吧？杨澜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明天嘉诚能不能出现，你都要给我高高兴兴的去迎接客人。万一嘉诚不能出现，你的妈妈问起嘉诚，你就给你妈妈说，嘉诚是因为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赶不回来参加婚礼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
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再吵了。明天是家有大喜的日子，亚兰，你把这儿收拾一下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啊。妈。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再吵了。明天是家有大喜的日子，亚兰，你把这儿收拾一下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啊。妈。嫂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妈就那样。而且我哥他不是那种人，你想多了。那你先休息啊，我先回去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很不开心？没什么。谢谢你啊。虽然我现在没有恢复记忆，也没想起我是谁，可是由于你的照顾，我现在好很多了。只要你平安无事，那我就安心了。我想，我也该跟你告别了。告别？你要去哪儿？你是要离开我吗？我不是要离开，只是你需要恢复你的记忆，你需要找到你的身世，你还会向警方还有医院去请求帮助，这些都是我无能为力的。其实那些我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你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你陪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好平静。那是因为你失去记忆力了，所以你需要一个人来依靠，来解闷儿。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有丈夫、有孩子的人。你结婚了？我有一个5岁大的孩子，只是什么？我这段婚姻就在前不久结束了。放心，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也许我根本就没你说的那么好，也许我有很多缺点，只是你没发现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我孩子的抚养权。不管你做什么，
我一定支持你。我想，等我恢复记忆以后，我会好好请你这顿饭。玉雪，你来了。这是前几天我临时到国外去接洽厂商，今天刚刚才回到家。当时口渴，想找杯子喝水，没想到竟然找着了我们俩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一起买的这一对杯子。米雪，坐吧。米雪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一个连自己犯了什么错都不知道，就被丈夫抛弃的人，你说她过得能好吗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这些，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我就认了。但是我有些话必须得说清楚。你说吧。我不追究你用欺骗的手段让我跟你离婚，但我请你看在我们结婚6年、曾经相爱的份上，请你把亮亮给我。亮亮，你之前说跟我假离婚，我跟你说过亮亮离不开我，我更离不开亮亮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把亮亮给我，为什么还要跟我抢亮亮？我没有要跟你抢亮亮。没有要跟我抢亮亮，那你妈妈跑到小军婚礼上说要把亮亮带走。小军，糟了，昨天是小军的婚礼。映雪，映雪，实在是对不起。那天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，立马就有厂商来找我接洽，让我临时到国外去，所以，我竟然把小军结婚这个事情完全给忘记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道歉。既然做不成夫妻，连朋友也做不了。不，映雪，我希望我们俩离婚以后还能是朋友。如果还能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去抢亮亮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告诉我。你妈跟梅梅跑到小军的婚礼上，说不仅要带走亮亮，还要把小飞告上法庭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映雪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些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，而且我也绝对不会让我妈妈去做这样的事情的。既然这不是你的意思，那就请你帮我个忙，让你妈妈不要跟我抢亮亮，也请你妈妈别将小飞告上法庭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跟我妈妈讲的。不可能！妈，映雪，
你还叫我一声妈，就代表你现在心里还有我这个婆婆的存在。洪亮他是我们洪家的骨肉，他姓洪不姓张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洪亮还给我。妈，亮亮这个事情，我事先已经答应了映雪了。你答应映雪什么我不管，你们要结婚要离婚，我这个做妈的都管不了。我这个做奶奶的，一定要夺回我那个孙子。妈，我不能没有亮亮。要是没有亮亮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妈，亮亮这个事情，我事先答应了映雪了，你就……洪德啊，你要求妈什么事，妈都顺着你，唯独这件事，我不答应。妈，好了，你跟映雪结婚多少年了？就洪亮这么一个孩子，我就洪亮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我还要看着洪亮将来长大成人，他娶妻生子，这要等到你跟美美再结婚生子，我都多大岁数了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映雪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洪亮是我们洪家的后代，他一定要回到我们洪家。你弟弟推伤我那件事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把洪亮还给我。妈，我可以让小飞过来赔罪，但是亮亮，我绝对不会把他留在这儿。映雪，映雪，洪德啊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？我绝对不会让我们洪家的子孙流落在外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把孩子抢回来的。妈，你昨天去小军的婚礼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那你说，你记得昨天是他二妹结婚的日子吗？我是不记得了，可是又是谁告诉你的？是我告诉伯母的。妹妹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了吗？过分？伯母，你看我受伤了，洪德连半句关心也没有，还说我过分。难道这些事情就这样算了吗？难道亮亮不应该回到这个家吗？难道我受伤，你被推倒，这些事情就不应该跟他们讨回公道了吗？你没有跟我商量，你就带着妈去小军的婚礼上去要孩子，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这不是？伯母，你看洪德他怎么说话啊？我因为帮你要孙子受了伤，他竟然说我无理取闹。洪德啊，这美美是在帮我们呢。如今你跟映雪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就别再来往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把我的宝贝孙子要回来的。妈，妹妹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跟映雪之前是好朋友，我希望你们……希望什么呀？你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你居然还背着我接他的电话，你还让他回到这个家，你拿我当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有想要干什么，是他今天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事情要跟我商量。他说跟你商量，你就跟他商量吗？他要是跟你重新与好呢？你是不是也要跟他重情复燃啊？美美，我请你不要胡闹了，好不好？我胡闹？我哪儿胡闹了？我怎么胡闹了？这是谁拿出来的？这是我拿出来的。你拿这对杯子出来做什么？
我刚才口渴，我到处找杯子，所以你就拿这对杯子出来，这就证明你心中根本忘不了张映雪，这就证明我殷美美在你心中根本就没有地位。洪德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绝对不允许你背叛我，我更加不允许张映雪回到你的身边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帮你照顾你的儿子洪亮。张映雪休想再回到你的身边。我每天等待的，就是希望能见到张映雪一面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会昏倒在路上，失去记忆？我究竟是谁呢？哎，好烦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可是我对医院的一切又这么熟悉，有一股异常亲切的感觉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在建筑工地工作时被机器划伤了肚皮，整个肚皮都露出来了，肠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可是现在所有的外科医生都在手术，我怕会来不及啊。快，送手术室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穿成这样进来？我是来救人的。你？好，先去配方药剂，快，这些钱。
学如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嘉诚。请进。主任，你找我？没错。不知道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从人事处调出资料，张映雪是你介绍进我们学儒医院的？是的。资料上写着张映雪是你学姐。没错，她跟我相差2届，她在学校品学兼优，也很照顾我，所以你就把她介绍来学儒医院，把我们医院搞得鸡犬不宁是吧？主任，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。你知不知道她已经离婚了？我知道啊，可离婚跟工作没什么关系吧？况且我们医院也没有规定离婚就不能当护士吧？哼，不错嘛，说话伶牙俐齿的，很有胆识。就是不知道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跟你说话一样激烈。主任，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。你不需要明白。反正我们学儒医院就是不需要张映雪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张映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她可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。天底下优秀人才多的是，反正我们学儒医院就是不需要他。因为他是你介绍进来的，所以我不希望动用人事处去跟他说，就由你直接去跟他说，让他递出辞呈就可以了。主任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太不公平了？而且也违反了劳动法。江素云，我好言好语告诉你，是让你有台阶下。我希望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我让你直接去跟张映雪说，是顾及你们俩的面子。怎么？这是你对上司该有的态度吗？你是藐视上级，你知道吗？主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你要辞退张映雪，也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吧？理由很简单，院长夫人不喜欢他，这个理由够充足了吧？进来。女学姐。大嫂。在学儒医院里，我是财务主任，请叫我杨主任。杨主任，我听说你叫苏云来是跟我有关，所以我自己过来了。既然你自己来了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我们学儒医院不需要你，请你自动递出辞呈。主任，我能不能见见院长？没有必要。江素云，你的态度我非常的不喜欢。如果觉得自己有委屈，那我可以代表人事处告诉你，你不想做，随时可以离开医院。杨主任，你别为难苏云，她也是为我好，这个事儿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主任，映雪姐是我介绍过来的，如果她非走不可，我愿意一起跟她辞职。苏云，这学儒医院是大医院，你在这工作的好好的，这是何必呢？映雪姐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愿意跟你共同进退，绝不后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两个这么坚持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江素云，你现在就可以带着张映雪去人事处递辞呈了。不过，我会大发慈悲给你们3个月的遣散费。你们可以走了。映雪姐，我们走。不准走。妈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妈，你说，为什么你弟弟的婚礼你没有回来参加？为什么你失踪了这么多天？你说你这个外科主任擅自离职，你让你爸爸以后怎么去带其他的员工啊？你给我个理由。妈，
我被人偷袭打伤头部，失去记忆。你被偷袭打到头部了，那伤的重不重啊？您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好了，都好了。都已经好了。嘉诚，你到底跟谁有仇啊你？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，说真的，我也想不出来是谁。那你好了以后有没有去报警啊？我报警了，记忆恢复以后呢，我就立刻去了警局做了笔录。他们答应会全力追查此事的。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说不定只是你搪塞的借口。杨澜，我会拿这种事情来诅咒我自己吗？大哥，回来了。小娟，妈，你的水。小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发生一些意外，所以没有能参加你和佳佑的婚礼，真是很失礼啊。没事，大哥你能回来就好。杨澜，嘉诚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谎，我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你看，小军也不是因为嘉诚没有参加他的婚礼也没生气嘛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啊！是啊，嘉诚大哥能回来，这是最开心的事了。小军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有参加你和佳佑的婚礼呢，是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对。礼物啊，回头我一定奉上。我再请你和佳佑好好的吃顿饭，好吗？谢谢大哥。杨澜，你看嘉诚把事情都说清楚了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啊！妈，嘉诚失踪的事情我姑且不说，可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为什么？我在处理医院的事情，可是嘉诚一进来就阻止我。再这么说，我也是财务主任呢。嘉诚这么一搅和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呀？处理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张映雪的事。张映雪？谁是张映雪啊？啊？哼！你说的就是那个离过婚的女人？嗯。你给我好好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妈，张映雪是我们医院里一个资深护士，叫江素云的介绍进来的。我本来是要叫张映雪走的，可是那个江素云呢，她非常的讲义气，她说要和张映雪一起共进退，我就说好啊，那你们两个就到人事处去办离职手续。我还好心好意的要给他们3个月的遣散费，结果嘉诚一进来就阻止我，还不准他们走。妈，你说嘉诚这样做对吗？难道我不能处理人事方面的事吗？嘉诚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妈，江素云是我们医院最优秀的护士，这样的人才我当然得留。至于张映雪吧，我更有不让她走的理由。为什么？我受伤倒地流血不止的时候，是张映雪发现的并救了我，而且在我失忆的那些天，也是她在照顾我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说什么？是她照顾你的？你冷笑什么呀你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巧合的事？张映雪是我们的护士，你又正好被她救了，那她为什么不把你送来我们医院呢？是你之前就和她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嘉诚，杨澜说的是不是事实？妈，我之前确实和她有过一面之缘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，妈，嘉诚一定是和张映雪在一起了。张映雪会离婚，是因为她自己红杏出墙。叶兰，你在胡说什么你？我哪有胡说？为什么那么巧的事都让你碰上了？刘嘉诚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呢？叶兰，你我怎么样？哎，好了，你们俩不要再吵了，吵得我头都晕了。妈，映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我不会让她离开医院的。不行，我们医院就是不需要张映雪，我不准她留下。杨澜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掌管财务的主任，而映雪是护士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外科主任还是有这个权利留她的。你好了，爸，嘉诚说的没错，
那个张映雪的确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让他走。爸，既然爸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薛如，嘉诚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是。嘉诚恢复记忆以后，第一个打电话给了我，是我陪他去公安局一起做了笔录。公安局也说了，的确是那个张映雪救了他，所以我们不能让张映雪离开呀。我嘉诚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失踪这段时间，杨澜的确是非常的着急，而且非常的伤心。你是不是应该去安慰安慰她呀？爸，好了，听话去吧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老婆，现在嘉诚也回来了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今天晚上你回来吃饭吗？哦，今晚上我有一个应酬，就不回来吃了。晚饭你就不要等我了啊。姓丑，姓什么丑？妈，小军，你说说这事情真有这么巧合吗？无论事情是不是有这么巧合，可毕竟是我解救了大哥，所以我想。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一会儿呢，你跟我去拿点钱，把这个钱呢交给你姐姐，就说是我谢谢你姐姐救了我儿子，让他拿到钱以后，再也不要跟我们家嘉诚见面了。可是妈，刚才爸跟大哥说，怎么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啊？你不知道这个家是我在做主吗？可是妈，你让我去跟我姐送钱，我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件事情由你去办是最合适的了，你一定给我办好，听见了吗？你必须给我办好。杨澜，杨澜，我在叫你。我听到了。这几天你都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、多着急呀？我本来是想去报警的，可是你爸妈要面子，坚持不肯让我去报警。现在倒好，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结果呢？你没有给我半句安慰和解释，还为了外面的女人跟我吵架，我们算什么夫妻吗？刘嘉诚，你说话呀！你刚才在你妈面前不是振振有词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，闭哑巴了？关于失踪的事情，我跟你说声抱歉，可这也不是我愿意的。我也想不到，到底是谁要对我下那么重的毒手。杨澜，我们结婚这么些年来，你应该信任我。我刘嘉诚从不说谎。我知道你不说谎，那你告诉我，在你失踪前，是不是就跟张雨雪认识了？说呀！你不是说你不说谎的吗？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呀！没错。在失踪前，我是和张映雪有过一面之缘。就是那天，我们俩吵架以后，我开车出去散心。结果，在水边发现张映雪，当时我误会，以为她要自杀，所以，我救了她，就是这样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当天晚上，我在医院的停车场，
就被人袭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出事一定跟张映雪有关系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然你要我怎么说？一定是你救了张映雪，张映雪为了报答你，所以你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她老公一定是发现你们俩在一起，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去伤害你，去打你。张映雪一定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及时赶到了现场，还故意在医院里照顾了你好几天呢。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？或许你不应该做现在这个职业，你应该去做一个作家，去讲故事，去写小说。说不定事实比我想象的更精彩，不是吗？一个受到丈夫冷落的妻子，每天在家里等着老公回来，可她的老公呢，却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。够了！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跟你争辩了。每次和你说话，我都心累，你知道吗？我依然还有很多事情，我不想再跟你胡扯了。你，刘嘉诚，原来你就是雪乳医院的大公子。什么大公子啊？叫我嘉诚就好。啊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怎么不行呢？我不是也一直叫你映雪吗？那是在你受伤的时候。现在你恢复记忆了，首先我要恭喜你，然后怎么了？这是我的辞职信。你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刚刚去人事处，他们说做不了主，只得过问你这个外科主任。那就对了，我也不准，所以请你来说回去吧。不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要离开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想给你带来困扰。我没有困扰。我刚刚才知道，财务主任是你太太。所以你也应该知道，你弟弟是我妹夫喽。啊？佳佑是你妹夫？那你成小军的姐姐了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之前小军常来医院，我只知道她有个姐姐，但是真没有想到，居然是你。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。更巧的是，你还救了我，而且要是没有你细心的照顾，我也不会恢复得那么快。说起来，现在的这一切，其实是你给我的。所以映雪，留下来好。你过来坐吧。我不能留下来。其实吧，在你弟弟结婚那天，你妈妈对我已经有看法了。所以你就更应该要留下来啊，让他们看到你的好，你的优秀和你的善良。我不能留下。映雪，你之前告诉我，你刚离完婚，还带着孩子，有很大的经济压力，所以，我请你留下来。而且你不仅要留下来，我还想聘你做我的特助。那我就更不能留下了，我不能让你家里人造成误解，我还是离职的好。映雪，这件事情，我请你慎重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啊，对了，还是让我来兑现当初我对你说过的话吧。什么话？我不是说过，等我好起来了以后，我要好好请你吃饭吗？你忘了？你是说过。那好，那就让我今晚请你吃个晚饭吧。那不好吧？你刚刚好，应该陪你的家里人才对。我家里那边你不用担心，现在是我请你。